长辈留下来的金项链、金锁片、金戒指拿去银楼卖的时候，你的钱会在哪3个地方被算掉？扣重、工钱、折抵新品，就是这3个。2026年8月10日，台湾银楼的参考行情，金饰卖出一钱大约17220元，银楼跟你买进，也就是回收，一钱大约16520元。这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换句话说，一条2钱的金项链，光用回收价算，就是33000多块。同样是这一条链子，你懂算法跟不懂算法，最后实拿的钱可以差几百块，也可以差几千块，差就差在刚刚那3个地方。所以接下来我会带你看懂银楼柜台上那块牌价牌的3行数字，教你把电子秤跳出来的功课换算成钱，再把折抵换购、扣重、加工处理费这3招一招一招拆开来给你看。最后给你3句话，到了柜台前面原句照念就可以。这支影片不预测金价，不劝你卖，也不劝你不要卖。这3个地方是最容易被吃一刀的，不是说人家骗你，是你不懂，人家就照他方便的算法算，你懂，他就照你能接受的算法算。差别有时候是几百块，有时候是几千块。做好，我慢慢讲。先讲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动这个念头。2026年8月10日，台湾银楼的参考行情，金饰卖出一钱大约17220元，银楼跟你买进，也就是回收，一钱大约16520元。这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16520元一钱，这个数字你可能没有感觉，我帮你换算一下，一条2钱的金项链是很常见的重量，你结婚时妈妈给你的那一条大概就是这个等级。2钱用回收价来算，就是33000多块。33000多块是什么概念？你去市场买菜，一次买个5600块，可以买60趟，是很多长辈2-3个月的生活开销，是孙子1个学期的注册费再加补习费。那么以前呢？以前1钱金子多少钱？我不报数字，因为我手上没有那个年代的牌价，没有的东西我不乱讲，但是这个你自己心里最有数。你当年嫁女儿的时候，你当年包蜜月礼的时候，一条链子大概是什么价位？那是你自己摸过、自己付过的钱，你把那个价位拿出来，跟今天这个数字放在一起看，你就知道差多少。跟你记忆中的价位差很多，多到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愣一下，会想说有没有听错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，这1-2年，很多人把压箱底的嫁妆、金饰、蜜月金锁片、生日戒指翻出来，拿去银楼问价，不是因为家里缺钱，是因为这个价位跟他记忆中的价位差太多了，他忽然觉得放着好像有点浪费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预测金价，我不劝你卖，也不劝你不要卖，要不要卖是你的事，我只负责一件事，就是万一你决定要卖，你不要被那3个地方吃掉几千块还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先站在银楼门口，抬头看那块牌，价牌。你走进去，柜台后面通常会有一块牌子，有的是电子跑马灯，有的是白板写的，上面通常会有3行字或者更多行，你要先看懂这3行。第一行是金饰卖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银楼卖给你的价钱，你今天要买一条新的金链子，就是用这个价钱乘上重量，再加工钱。这一行对你来说是你当买家的时候看的。第2行是金饰回收，这才是你今天要看的，这是银楼跟你买的价钱，你把妈妈留下来的那条链子放到柜台上，人家称完重，就是用这一行的数字跟你算钱。第3行是金条回收，金条就是金块、金砖那种没有做成首饰的纯金，这一行跟你的项链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你要知道它存在，因为它会告诉你一件事。我举一个实际的数字给你看，台北有一家银楼，2026年8月8日那天挂出来的牌价是这样：金饰卖出一钱17400元，金饰回收一钱16280元，金条回收一钱16400元，这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你先看第一个和第2个的差距，卖出17400，回收16280，中间差1120元，这1120元就是这家店的空间。你今天拿一条2钱的链子去卖，卖完马上反悔，说我不卖了，我要买回来，你就要付出2200多块的代价。这不是店家坏，这是所有做买卖的行业都一样。
卖出跟收购一定有价差，人家要付店租，要付员工薪水，要承担金价跌的风险。你要记住的是，这个价差每一家不一样，有的店价差开的比较小，有的店开的比较大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等一下会叫你多跑2家。再看第2个和第3个的差距，金饰回收16280，金条回收16400，金条比金饰多120元一钱。为什么同样是金子，做成首饰的反而比较便宜？因为金条是标准品，纯度标明，重量标准，银楼收进来不用处理，转手就能出。金饰不一样，一条项链上面有几十个焊接点，焊接的地方为了要粘得住，通常会掺别的金属，扣头可能是别的材质，链子缝里卡了几十年的灰跟油，这些东西要重新熔掉，要提炼，会有耗损。所以金饰回收价比金条回收价低一点，这在业界是普遍的做法。你知道有这回事就好，不用为了这100多块生气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你抬头看那块牌子的时候，一定要看清楚每一行前面写的是什么。有的店写得很清楚，卖出买进4个字明明白白，有的店只写一行，大大的数字，字很漂亮，但是没有注明那是卖出还是收购。有的人看到那个大数字，心里就开始算，我这条2钱的，那不就是34000？结果称完人家跟你讲32000，你当场脸就垮下来，觉得被骗了。其实没有人骗你，是你把卖出价当成回收价在算。所以第一件事，看牌价牌，先确认你在看的是哪一行，看不懂就直接问，请问我今天要卖是用哪一个数字算？这句话不丢脸，这句话帮你省下误会。再来，我们来搞懂单位，这一段你一定要听，因为听完你就有办法自己按计算机。台湾的金饰用的是台制的2根钱，1两是10钱，1钱是 3.75 公克，这2个数字是固定的，不会浮动，你把它背起来一辈子都用得到。但是现在银楼柜台上那台电子秤跳出来的通常是公克，它不会直接跳给你几钱，所以你要会这一步，看到公克数除以 3.75 就是钱。我举几个例子， 7.5 公克除以 3.75 是2钱，这就是最常见的那种女用细项链。 11.25 公克是3钱， 37.5 公克是1两。你如果家里有一整条粗的老金链，可能就是这个等级。那如果不是刚好的数字呢？比如称出来 8.2 公克， 8.2 除以 3.75 等于 2.187 钱左右。这个时候你不用心算，掏出手机，计算机打开，当着人家的面按，这个动作很重要。我等下会再讲一次为什么重要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有的店会直接跟你讲几钱几分，1钱底下还有分，10分是1钱，所以 2.187 钱，人家可能会讲成2钱1分多。你听到分这个字就知道是小数点后面那一位。单位搞懂了，我们进入第一个陷阱。第一个陷阱叫做折抵换购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拿旧金饰去，店家跟你说我们这边旧金不收现金，只能折抵换购新的。意思就是你这条妈妈留下来的链子，我帮你算32000，但是这32000不能拿走，只能拿来买我店里的东西。你要不要看看这个手镯？这个很漂亮。很多长辈就是这样，本来只想拿一笔现金回家，结果拎了一条新链子出门，还倒贴了几千块。我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讲在前面，旧金只能折抵换购，不能换现金，这是店家的做法，不是法律规定。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银楼不能给你现金，有的店给现金，有的店不给，有的店给现金，但是价钱压低一点，这完全是每一家自己的生意策略。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换一家，你不欠人家什么。那折抵换购钱是怎么被赚走的？我拆给你看，中间有2层。第一层，你的旧金是用回收价算的，用刚刚那个例子，1钱16280元，这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第2层，你要换的新品是用卖出价算的，1钱17400元，这一样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一来一往，每一钱就差了1120元。你这条2钱的链子换成一条同样2钱的新链子，光是这个价差你就要补2200多块。这些都是当日牌价算出来的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还没完，新品还有工钱，金饰的工钱是另外算的，那是师傅的手工，是设计，
是店家的利润。一件金饰的工钱有时候几百块，有时候好几千块，看款式复杂不复杂，这个也是要你出。所以你原本想拿3万2现金回家，最后变成拿一条新链子回家，还从口袋里多掏了3、5千块。那条新链子好不好？可能很好看，可能你也喜欢，但问题是那不是你原本要的，你原本要的是现金。所以我教你一句话，你走进去坐下来，第一句话就先问清楚，请问你们旧金是收现金还是只能折抵换新？如果对方说只能折抵，你就笑一笑，说我今天先看看，然后走出去，不用不好意思，你手上那条链子是你妈妈的，不是她的。换一家问，同一条街上常常有3、4家。还有一种变化型你要小心，有的店会跟你说换新的话我帮你算高一点，1000多算你300，听起来很甜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他多算你300是不是在新品的工钱上又加回去了？你只看到多的那300，看不到藏在工钱里的那800。判断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把2件事分开谈。第一，我这条旧的你纯现金收1000多少？第二，我如果要买那条新的总共要多少？2个数字分开问，分开记，回家再算。你只要一混在一起谈，就算不清楚了。好，第2个陷阱，这个最常见，叫做扣重。先用白话解释一次。扣重的意思是你的东西称出来是10公克，但是店家跟你说这个要扣一点，我算你9.5公克。称是诚实的，扣的是后面那个算法。为什么会有扣重这件事？原本的理由是这样，你这条项链上面有焊接点，焊接的地方掺了别的金属，你的扣头可能是白 K 金做的，不是纯金。你的戒指里面可能塞了胶，有玉，有绳子，这些东西不是金子，但是都在秤上面，所以店家说我扣掉一点，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的。但是重点来了，请你听清楚，纯金不扣重现在已经是多数店家的做法。现在做金饰的技术跟30年前不一样了，纯金的链子，纯金的锁片，纯金的戒指，很多店收的时候就是实称实算，不扣重。所以如果你拿的是一条纯金项链，人家开口就跟你讲要扣重，你就要多问一句，那什么情况扣的有道理呢？第一种，你的链子扣头是别的材质，有些款式的弹簧扣、龙虾扣，为了要有弹性，用的是白 K 金或者不锈钢，那个部分本来就不是纯金，扣掉合理。第二种，你的戒指有镶东西、镶钻、镶玉、镶珍珠，石头下面的爪、底座的胶，那些都不是金子。第三种，你的东西是空心的，里面灌了东西，有些粗的手镯，外面看起来很大一个，其实里面是空的，灌了胶或者填料，这种一定要另外算。第四种，你的东西上面有绳子、有红线、有布，这种店家会请你先拆掉，或者当场剪掉再称。这几种扣重是有东西可以指给你看的，师傅会拿起来指着那个地方跟你说，你看这里这一段不是金的。那什么叫扣得过分？就是他讲不出来扣在哪里。一条纯金的素面链子，没有镶石头，没有掺别的材质，人家开口就说要扣1成，1成是多少？一条2钱的链子，1成就是3300多块。这3000多块被扣掉的理由是什么？你有权利问清楚。业界有一个说法，说合理的扣重大概是金价乘以 0.95 到 0.97 之间，也就是扣 3% 到 5%。这个数字我要特别讲清楚，这是业者之间流传的说法，不是任何官方标准，也没有哪一条规定写这个。不同的店、不同的款式差很多。我把这个说法告诉你，只是让你心里有一把尺，不是叫你拿这个数字去跟人家吵架。真正实用的做法是这样：第一，要求分开称。如果你有5件东西，纯金的一堆， K 金的一堆，有镶石头的一堆，分开称，分开算，不要通通丢在一起，称一起丢一起算，你就永远搞不清楚扣在哪里。第二，要求看称，电子秤的萤幕要朝着你，或者请对方念出来，你把公克数记在手机上。第三，要求指出来，如果对方说要扣重，就说麻烦你跟我讲一下是扣哪个部分，讲得出来的你点点头，讲不出来的你心里就有数了。好，第3个陷阱，这个是最新的一招，叫做加工处理费。有的店叫工钱，有的店叫损耗费，有的店叫熔炼费，名字不一样，意思都一样，就是从你的钱里面再拿走一块。为什么会有这一招？
因为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懂了，一听到扣重就皱眉头，所以有的店干脆不扣重了，跟你说我们纯金不扣重，实称实算，你听了很开心。然后结账的时候跟你说，这样总共是3万2，扣掉加工处理费1200，实拿3万0800。你一愣，那1200是什么？这就是换了个名目而已，原本从重量上扣，现在从钱上扣。我要讲的还是同一句话，加工处理费也好，工钱也好，损耗费也好，都是店家的做法，不是规定可以收也可以不收。有的店真的一毛不收，你可以问，可以比，可以拒绝，可以换一家。那要怎么问？我把3句话写好了，你原句照念就可以。你可以现在拿纸笔抄下来，或者听2遍记起来。第一句，请问我这条今天回收是1钱多少钱？这个价钱有没有扣重？这一句是要把牌价跟扣重绑在一起问，因为有的店会分开讲，牌价讲得很漂亮，扣重不主动提，你一次问完，他就得一次答完。第二句，除了牌价之外，还会不会再收工钱或加工处理费？收多少？怎么算？这一句是要把后面那一刀先问出来，收多少？怎么算？这2个是重点，是按件收，还是按重量收，还是按总价的百分比收？差很多。第3句，那我这些东西全部算下来，实际可以拿到多少现金？麻烦你帮我写在纸上。这一句最重要，前面2句是问过程，这一句是问结果。而且请你一定要加上最后那几个字，麻烦你帮我写在纸上。为什么要写在纸上？因为口头讲的数字会变，你走出去绕一圈回来，数字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写在纸上，一来对方会算得比较谨慎，二来你拿着这张纸可以走到隔壁那一家直接比。而且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当你问出这3句话的时候，对方看你的眼神会不一样，他知道你是懂的。懂的人，人家报的价通常就会比较实在，不是因为他本来要骗你，是因为做生意的人也在看人，你不问他就照习惯算，你问他就照规矩算。好，讲了3个陷阱，我们来算3笔账，你跟着我按计算机。第一笔，一条纯金2钱的项链，2钱换算成公克是 7.5 公克，用回收价1钱16520元来算，这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2乘以16520等于33040元，这是理论上的满额，实务上你不太可能拿到刚刚好这个数字，但是你心里要先有这个底。现在来看3种算法。第一种，不扣重不收费，你实拿33040元。第二种，扣重 3%， 33040乘以 3%， 大概是991元，你实拿32049元左右。第三种，不扣重但是收一笔加工处理费，一口价500元，你实拿32540元。你看，同样一条链子，3种算法，最高跟最低差了将近1000块。1000块是什么？是你去市场买菜可以买2趟，是全家吃一顿不错的饭。而这1000块的差别只来自你有没有开口问那3句话。第二笔，一条 18K 的项链12公克。先讲什么是 18K，K 是在讲金子的纯度， 24K 是纯金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黄金。 18K 的意思是24/18，换算成百分比是 75%， 也就是说这条链子里面有 75% 是纯金，剩下 25% 是别的金属。为什么要掺？因为纯金很软，软到可以用手折弯，要做成有造型的，要镶石头的，要天天戴不变形的，就得掺硬一点的金属。 14K 呢？ 14K 就是24/14，换算成百分比大概是 58%。 那这条12公克的 18K 项链值多少？我们先算纯金含量，12公克乘以 75%等于9公克纯金，9公克除以 3.75 等于 2.4钱，2.4乘以16520元等于39648元，这是当日牌价，每天浮动，实际以现场为准。但是请你注意，这个39648元是理论值，你几乎不可能拿到这个数字。为什么？因为 K 金要回收，店家得把它熔掉，把里面的杂金属分离出来，这个过程有成本，有耗损，还要送到专门的提炼厂，所以 K 金的回收各家店的算法差非常多。
我在这里不报固定的折数，因为报了就是害你，真的每一家差很多。我只给你原则，你就问3件事。第一，你们是用哪一天的哪一个牌价来算？第二，成色是算几成？是 75% 还是你们有自己的算法？第三，算完之后还要不要再打折？打几折？这3个问完，你就知道这家店的 K 金收的实不实在，然后拿着这个答案去隔壁再问一次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准备， K 金的东西，你当初买的时候花的钱，跟你现在能拿回来的钱，中间差距通常会很大。因为你当初买的价钱里面有一大块是工钱跟设计费，那个部分回收的时候完全不算。这不是谁坑你，这是首饰这个东西的本质。你要先有这个心理准备，才不会在柜台前面生气。第3笔，一只镶钻的戒台，这个最复杂，我讲原则就好。一只镶钻戒指，你要把它拆成2个东西看，一个是金子的部分，就是那个戒台那个圈，一个是石头的部分，就是那颗钻石。金子的部分照上面的方法算，是纯金就用纯金算，是 18K 就用 18K 算。石头的部分你要先有心理准备，一般的银楼多半不太收钻石，或者只用很低的价钱收。有的店干脆跟你讲，石头我们不算，我们只算金重。为什么？因为钻石的买价跟卖价中间差距非常大。当初你在珠宝店买一只钻戒，那个价钱里面有品牌，有证书，有店面装潢，有销售人员的抽成，这些东西二手转手的时候通通不见了。所以请你不要抱着当初买多少就该卖回多少的期待，那样一定会失望。那实务上要怎么做？第一，问清楚石头算不算钱，算就问怎么算，不算就问能不能把石头还给你。第二，如果店家愿意把钻石拆下来还你，你要当场看着拆，看着他把石头交到你手上。第三，金台和石头要分开称，分开报价，不要让对方用一个笼统的总价把你打发掉。第四，如果那颗石头有点大，有证书，那你可能要找专门收二手珠宝的地方问，不一定是巷口的银楼。好，3笔账算完了，我们来讲卖之前该做的自保动作。这几件事你出门前先做好，可以省下很多麻烦。第一件，在家先称。现在很多人家里有那种厨房用的电子秤，你把东西放上去称一次，把公克数写下来。家用秤不见得很准，可能差个0点几公克，但是它给你一个底。到了店里，如果人家称出来跟你在家称的差很多，你就可以问一句。第二件，拍照，每一件都拍，正面拍，反面拍，扣头的地方特别拍，如果上面有刻字，刻的那个地方也拍清楚。金饰上面常常会刻一串很小的字，有的是1排9，有的是 K 数，那是纯度的标记，拍下来对你有帮助。第3件，同一天问3家，这一件最重要，我特别要讲，一定要同一天，因为金价每天在跳，你今天问这家，隔1个礼拜问那家，2个数字没有办法比。1个下午的时间走3家，手上那张纸记3个数字，哪一家不扣重，哪一家收工钱，哪一家给的实拿最高。有的长辈会不好意思，觉得都问了不卖很失礼。不会的，银楼每天遇到很多来问价的人，这是这个行业的常态，人家不会怎么样。不好意思，3个下午跟少拿3000块，你选哪一个？第4件，要单据，卖完之后跟人家要一张收据或者交易明细，上面要有日期、品相、重量、单价、实拿金额。正派经营的店都会给，如果一家店连张纸都不肯开给你，那你心里应该有数。第5件，证件带着，有的店在作业上会需要你出示身份证件，特别是金额比较大的时候，你出门前把证件放进包包，不要跑一趟又回家拿。第6件，不要一次全卖，这一件是我个人比较想劝你的。你家里收着的那些老金饰，不是每一件都只是金子，你妈妈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挂到你脖子上的那一条，跟你去年在百货公司买的那一条，重量可能一样，价钱可能一样，但是那不是同一种东西。卖掉之后就没有了，融掉了就是融掉了，你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同一条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真的要处理，先从没有感情的那几件开始，压扁的戒指，款式老到不会再戴的，别人送的但是你叫不出名字的，留一件，留那件有故事的。最后我要讲一段比较沉的，这一段是这支影片里最容易吵起来的部分。
长辈留下来的金饰，在家里分的时候，最常吵起来的有3种情况。第一种，谁保管谁就默默拿走了。妈妈晚年是大女儿在照顾的，东西自然放在大女儿那里。等到要分的时候，其他兄弟姊妹才发现那些东西早就不见了。问起来，大女儿说妈妈生前给我的。这个时候没有人证，没有纸，只有2张嘴。第二种，折现之后的金额不均，有人分到金子，有人分到现金。分金子的那个过2年金价涨了，另外几个心里就不平衡。分现金的那个觉得自己当初吃亏，其实当初大家都同意，只是时间一久，记忆就开始各说各话。第3种，最伤的，妈妈生前口头说过要给谁，但是没有第2个人在场。妈妈拉着小儿子的手说，这条链子以后给你，小儿子记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妈妈走了以后，这句话变成了小儿子一个人的说法。你有没有发现这3种情况的共同点是什么？都是因为没有写下来。所以我要拜托你2件事。如果家里的长辈还在，趁着他还讲得清楚的时候，把东西摊在桌上，全家人一起在场，一件一件讲，这一条给谁，那一个给谁，然后拿一张纸写下来，长辈签个名，在场的人也签。不要觉得这样讲很难听，不要觉得这样是在咒长辈。我跟你讲，真正难听的是长辈走了以后，兄弟姊妹在灵堂旁边为了一条链子撕破脸，那个场面我听过太多次了。第2件事，如果长辈已经走了，东西在谁手上，就先开一个家庭会议，把东西拿出来，全部拍照，列一张清单，重量写上去。要卖之前，先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卖哪几件，大概值多少。卖完之后，把单据影本传到家族群组里。钱多钱少是其次，人怕的是被瞒。你把过程摊开来，就算最后分的不是绝对平均，大家心里也不会有结。你把过程藏起来，就算你1毛都没多拿，别人一样会怀疑你。好，我们把今天的东西收一收。金价站在高档，你手上那些老东西比以前值钱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牌价再高，你走进去那扇门之后，能不能把该拿的拿到手，看的是另外一件事。看的是你懂不懂那3行牌价，看的是你会不会把功课换成钱，看的是你敢不敢开口问那3句话。我再把那3句话念一次，你跟着我念。请问我这条今天回收是1000多少钱？这个价钱有没有扣重？除了牌价之外，还会不会再收工钱或加工处理费？收多少？怎么算？那我这些东西全部算下来，实际可以拿到多少现金？麻烦你帮我写在纸上。3句话记起来，问完这3句，你今天就不会白跑。还有一句话我要放在最后面，折抵换购、扣重、加工处理费，这3样都是店家的做法，不是谁规定的。你可以问，可以比，可以不接受，可以掉头走出去。走出去不欠人家什么。而那些数字，牌价也好，扣重也好，工钱也好，都是每天在浮动的，实际永远以你站在那个柜台前面听到的为准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你家里收着的那些老金饰，秤上面显示的是公克，牌价，牌上写的是价钱，但是你妈妈把那条链子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的那一刻，那个动作是称不出来的。有些东西该卖就卖，卖掉换成孙子的注册费，换成你这几年过得宽松一点，那是好事，你妈妈也会这样想。但是有些东西留着，留一件就好，哪天你老了，换你从脖子上解下来，挂到下一个人的脖子上，那个时候1钱多少钱就一点都不重要了。